我看您呐，是想闺女了，打着老伴儿旗号，可怜天下父母心呢。哎，现在这孩子都跟出窝的小鸟似的，有几个恋巢的呀？动不动还埋怨跟父母啊有代沟。可是他们怎么就不想想，父母是什么心情？痴心父母骨常见，孝顺儿孙谁常见？哼，人爷爷感叹感叹也就算了，有你什么事儿啊？爷爷，我跟您说啊，您应该仔细想想这件事上是不是只是儿女的错误，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你看，为什么只有当你提出要求的时候，儿女才会想着回家？那一定因为前期的教育没有做好。你懂什么呀？不懂别瞎说啊！你看那个，典型的父母嘴脸多可怕！需要你理解的时候，跟你说什么？你已经是一个大孩子啦，理解一下父母。一需要你顺从的时候，哎，你小孩你懂什么？听我就对了。你看，所以说，你一个巴掌拍不响。豆瓣有一讨论组叫"父母皆祸害"，回去看看吧。这父母怎么成了祸害了？这孩子没大没小，他就这样，我回去收拾他。我看你也收拾不了。回来了。你脸上怎么了？又跟人打架了？我说话你不听是不是？让你别跟人打架，别跟人打架，你不听是不是？听不听？你听不听？听不听？我说别打架！妈，我是野孩子，我答应了打他们了。妈，我为什么没有爸爸？我爸爸到底去哪儿了？骂到他们没有？走啊！今天是你去育才中学报道的第一天，你要把它当做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遇事儿呢，要学会忍让，别搞砸了啊！放心，长那么大又不是第一次上学，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上学呀？用不用送你啊？不用。很好，你这个态度说明你成熟了。来，俩都是加鸡蛋的，哪个大你挑哪个。没下毒吧？赶紧的，我这还忙着呢。走了。来吧。您怎么来了？我来问萧寒的事。哦。听我爸说，你去给他转学籍了。哦。那个，他今天转育才去了。你知不知道那所学校是土木流高中啊？萧寒学习这么好，你让他去那，他能适应吗？
他将来还要考大学呢，你这不是耽误他的前程吗？育才跟沃顿比，虽然稍微差了点，但也没那么差吧。而且育才的校长人特好，跟我也特好，他是我以前班主任。那还是你的母校。你要是之前读的是牛津、哈佛，那也就算了，这你也要搞世袭啊？哎，他前一阵子离家出走，该不会为的就是这事吧？不是，是他自己想去的，而且我能上育才，我儿子也可以上。哎，人家那学校现在扩建呢，哎呦，新校舍可漂亮了，还缺老师，你不找不着工作吗？去那儿去应聘老师，我跟校长说说。开什么玩笑？我是来劝你的，你倒想把我拉下水啊？你不用担心我的工作。我不是看你前段时间跟没头苍蝇似的，四处碰壁，这不好心帮你介绍吗？谁说我碰壁了？今天下午3点我就要去人物周刊面试了。你还是别去祸害那什么周刊去了，你去了也干不成。哟，你凭什么瞧不起我啊？你凭什么觉得我不行啊？冷静啊！我是说你受不了委屈啊！一有什么事儿，撂挑子不干了，您倒是痛快了，那些学生怎么办啊？学生总得给人一交代，对不对？我不当老师是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前进的动力了。我懒得应付别人对我的误解，你懂我便懂，不懂便拉倒，懒得纠缠。你就是逃避，你这人看着清高，其实就太过于纠结于细节。你看看萧寒跟周周他们俩一不上学，你急得跟什么似的，四处找，自个儿教育萧寒，还过来找我，告诉我该怎么面对萧寒，我该用什么方法怎么去教育他。你太较真儿了，所以说嘛，你的血液里边就一直流淌着一个做老师的尊严，跟做教师的崇高责任感。育才欢迎你，育才需要你。哎，一个好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影响太大了。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学习成绩不太好，我就喜欢看关于航天的一些课外知识，被我们老师发现了，他没说我，没骂我，他还鼓励我，希望我把兴趣变成职业理想。你看怎么着，成就了我今天一个机长、飞行员。啊，你这么优秀，那我是不是应该替广大乘客当面向你的班主任说声谢谢？不必了。不是，话说回来啊，那个上次您不是问我关于跳槽的一些经验吗？我送你8个字啊：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切什么事儿呢，就跟着自己的心走，就对了。那你现在也是跟着你的心走了？我现在真得走了，我有事儿。哎，我有话问你呢。不，那个什么，我现在特别忙。哎呦，我都忘了。你看我刚才说那么多，你吃早饭不吃走？走。我其实特别忙。丽亚，这时候吴章会在家吗？我今天查过了，他今天是轮休，放心吧。哦，哎，那啥，你大叔的事儿啊，千万别告诉他啊，我怕他跟着担心。不会说的，我们赶紧进去吧。哎啊，那天我看到你来我家了，但你就开车跑走了，这怎么回事？你快说说你对我是什么感觉？没事吧？我不知道你跟那么紧啊！我不跟紧，你又开溜了。你准备躲我躲到什么时候？你对我到底怎么想的？你就是萧寒老师，咱俩没什么关系了。现在连史飞都误会我了。你把史飞扯进来做什么？感情的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友情是友情，爱情是爱情。男人的世界你不懂，对于我，绝对不会背叛友情的。你一个大男人，连面对自己感情的勇气都没有，还拿友情当个挡箭牌。谁还叫我要顺着自己的心来着？你根本就是口是心非。我就一句话，只要我哥们史飞看上那女人，我不会再跟她有进一步发展。
吴征，你怎么在这儿啊？吴征，文姨，文姨，我叔怎么样？身体还好吗？你叔他好多了。您回来怎么不跟我先打个招呼啊？打个电话也行。你太忙呀，哪有时间管文艺啊？我估摸着，我也该回来照顾照顾你们了。哦，好多了就好。那您回来正好，就别去家政公司的宿舍住了，咱们就在这儿住就行了。哟，那哪行啊？现在家里有小韩住，那更住不下了。我是来帮忙的，又不是来添乱的。要不这样吧，你去我家住吧，我家正好空了一间房，这样来照顾你们呢也方便啊。这姑娘是？她是校韩的老师，叫林小欧。哎呦，林老师啊，你好，你好。我们家小子啊，就麻烦你多多关照了。对不起，我已经不是萧寒的老师了。你们先聊吧，我先走。啊，你慢走啊。哎，别让文艺站着了，我们上去吧。哎，走了走了。来，文艺。进来，小飞。哎呀，你看看这家里乱成什么样了啊！哎呦，你看看这乱七八糟的。文艺，文艺，文艺，不忙收拾，不忙收拾。没事。您大老远回来，您先歇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来，往这边。哎呀，那个咱唠会儿嗑。我叔，我记得上次我回去的时候还下不了床呢，现在怎么了就好了？哎呀，我又没哄你，他现在都能下地走路了。我把他安排好，我就想着赶紧回来得帮帮你。再说了，我也想在这儿找点零活干干，好给你大叔啊挣点医药费。我现在已经又飞了，钱的事儿不是问题，我叔的医药费我来帮。你看看你又开始帮我了，我哪好意思啊？你老帮我。再说了，你再不让我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见你了。哎，您这回回来啊，咱还像原来似的。您呢，打扫卫生，然后平时萧寒那小子白天在学校吃，晚上随便给他弄一口吃的就行。行，没问题。一会儿啊，我就先来个大扫除。哎，行。你看看我这2个多月没回来，这家里乱的都不能看了。就这样，我还打扫了2次呢。是吗？小费，那个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先提前跟我说一下。然后再一个，我现在呢要出门了，特别忙。您这是不是也撤了？哎呀，吴真啊，那个千万别怪那个小飞多事儿啊，是我自己要回来的。再说了，他们家也想找个人帮忙做家务，要不那我……您回来特别好，咱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觉得小费他们家呢，就不要去了。您不想住这儿也行，我在小区里再给您找套房子。哎，行了啊，我哪儿都不去啊。那个家政公司的宿舍住着挺好的。再说了，我找活不是也方便吗？是不是？行了，这家啊就交给我吧。啊，这钥匙呢我也有。你们呀该忙什么就去忙吧。别你们的，我俩没关系，我俩就是普通的同事，特别普通的。文艺，那我先走了。哎，再见啊！拜拜。其实我觉得那文丽这姑娘挺好的。这好不好啊？她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文姨，这事儿您别操心了。您回来我挺高兴的，您在这先歇会儿，我还有事儿啊，文姨，我得赶紧去办事儿去了。行，忙吧啊。Fancy things, dreaming about and counting all my foolish fantasies. Now that I look back, they seem to be so funny. But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
超紧张，这面试超难。他有面试说什么？有啊，他问好多问题，超厉害，而且很多证书什么他都学了。林小欧小姐，我就是。好的，请公这边来。回来啦，文姨。哎，别忙了，您还忙着呢。没事。床单前2天刚洗过，别拆了。文姨，咱歇会儿。您坐着。那个，文姨，我问你点事儿呗。啥事儿啊？您知道李立群吗？李立群？李立群是谁呀？我生父。你生父？他叫李立群啊？哎呦，我可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我来你家的时候啊，你才3岁，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爸。啊，不过他倒是啊，经常给你们母子送钱。可吴姐啊，从来都没有用过他的钱，全原封不动给他寄回去了。我3岁的时候，他还继续寄钱吗？是啊，到4岁好像不寄了吧？我记得有一次啊，你发高烧，得了肺炎，你妈到处借钱，他的钱呀，1分都没有动。哎，那他当时的汇款地址写的什么？哎呦，我哪知道啊？我那会儿啊，大字不识一个。不过那现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那地址啊肯定变了，上哪儿找去啊？哎，你打听他干什么呀？就是萧寒问他爷爷是谁，我发现我除了一个名字之外，对这个人一无所知，所以就是好奇，想打听打听他的近况。你找他干什么呢？你妈在的时候，可从来不让提起他。不找了，就随便问问。啊，哎呦，到点了，萧寒可能快放学了吧？今天太匆忙了，要不我给你们爷俩干点面条吃吧？我不忙了，您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住处吧。那哪行呢？饭是要吃的嘛。等着啊，一会儿就好啊，等着。从过去的时光中走来，向未来的时光中走去，反复拷问：何为结束？何为开始？结束与开始未必是2个极端，未必要彻底斩断过去才能重新上路。拥有崭新的心态、视野，梳理告别过去的负累，这也是新的开始。倾听自我力量破土而出的声音，在过去泥泞不堪的道路上，发现全新的风景。Good luck。
让我们一起商量。美女还要再点点什么吗？哦，不用了，谢谢你。这博主写的挺有意思的。你也关注他了？当然了。啊？他不算大 V 啊。你，不过也是，这个微博算不错的。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看看他，都能得到一些启发。我正好认识这位博主本人，要不然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还是不用好了，维持纯精神交流就可以了。好，慢用。谢谢。哎，你怎么找到这儿了？你这孙猴子，再怎么翻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啊！老板，一杯鲜榨橙汁，谢谢啊。好嘞。怎么样？最近好不好？新学校还适不适应？你如果真的想回沃顿，我跟欧校长说一下，可以帮你把学费适当的减免的。哎，打住！新学校特别适合我，真的，有烟火气，离我们家也近，我还能多睡个把小时，挺好。真有那么好吗？可我听说那学校的风评可不怎么样。是，对你们这些精英人士来说，确实不怎么样。校舍跟沃顿也没法比，师资力量也是差一大截。但是那的学生好，有活力，很真实。咱俩要是得回去一个，也是你得回去。那周周他们都等着你，等得眼都绿了，你还不赶紧回去？你都不想回去了，还叫我回去啊？咱俩又不是捆绑的，而且你在讲台上那一刻是最美的，真的，光芒万丈，光彩照人。我们班好多男同学，我就偷摸告诉你，都把你当女神，梦中的那种。你们这些熊孩子，竟会消遣我，我都快变成女神经病了，还女神？没有，真的，我这边的情况我都跟你交代好了，你是不是可以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Shoot。你跟老吴到底怎么回事？那次去凤城还两人一块去找我，然后喝多了还飞去我们家跟他聊聊天。现在他跟史叔叔已经闹掰了，两个大老爷们儿为你一个人，人家30多年的交情，你怎么也得有一点表示吧？我怎么想的不重要，重点是你爸。哎，我今天才发现我根本不了解他。哎，今天有个叫文怡的去你家了，是费文丽带来的。对呀，文奶奶，她人特别好，她是老吴小时候的保姆，其实也算是干妈的那种感觉，你明白吗？而且我去过他们家那块儿，人特别淳朴，特别好。你这么想了解老吴啊，总成格了。我想了解没有用啊，老男人就是个踢不破的铁板。哎，他虽然老是老了点，但是也没退化到那种对感情一点都反应不过来的那种啊。他也许对你也有一点意思啊，就是那种，哎，你明白就行。有可能就是因为碍于史飞叔叔的面子，所以一直不敢。也不会啊，谁要是因为面子拒绝你，也太傻了吧，对吧？对。我的成好了吗？哇，我一来了还真不一样啊！哎，文艺了。收拾他住的地方去了。上面写这么多李立群干嘛？怎么了？还因为史书那事难受呢？你到底跟我们小欧老师来面谈啊？小屁孩懂什么呀？别以为我年纪小，我懂的就少。我最起码知道爱情是爱情，友情是友情。你把俩掺和到一块儿，就是对两个人的不尊重。我亲眼见证你跟我史叔怎么闹掰的。我跟你说，他生气绝不是因为你们俩和好了，是你这人不够坦诚。小崽才教我交友谈恋爱，作业写了吗？
别以为你年假什么都懂啊！我跟你说，你情商肯定没我高。赶紧写作业。你干嘛去？我还没吃饭呢，我不能饿着写作业吧？我给你买吃的去。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石老师，打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呢？这小仙儿把我拉黑了。哎呦，林老师，你总算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啊，我就耽误你几分钟，我就想跟你道个歉。你上次来学校也是找我道歉，结果呢，跑去大闹校长室。我已经从沃顿辞职了，你还想怎么样？林老师，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对，不管你原不原谅我吧，我都想跟你再道个歉。对不起，是我太偏执，是我对周周管得太多，也是我误会你了。我还想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家周周照顾那么多。道歉我接受，谢谢就不必了，我只是尽一个老师该尽的责任。好，谢谢。我先走了。你怎么又对学校感兴趣了？是不是应聘被人家拒了，然后只能回去当老师了？什么？我被人家拒了？今天《人物周刊》的面试，我感觉有戏。哎呦，可以哟！看来马上就要开庆功宴请我吃饭了。那你跟吴征谈吗？这个倒真被他拒了。什么意思啊？我今天亲自跟他求证，对我到底是什么想法，可他直接拿史飞当借口，婉拒了我。这些老男人矫情起来真是没完没了的哈。小欧，你不用难过，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的女人才最强大。哎，那你那个日办恋爱呢？我这几天没时间，等我有时间。不过我劝你要慎重点，干脆让那两个老男人相爱相杀一辈子算了。不行，是非是我的。你开始给我提供的那7个人，我都真查了。都真去找了，都真去问了，验证过了，那7个人，没一个对的。你只给了我姓名和那个大概年龄，这能搜索的范围实在是有限呀。哎，你说会不会是他已经过世了？有可能，如果人一旦过世，他的身份信息自然就会被注销。还有一种可能，他出国了。不过你要找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我跟您说吧，这人是我生父，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开我了。那我们可以从您
母亲这头找，他肯定和你母亲结过婚吧？你回头把你母亲的身份信息发我一份。行，我回头发您，这事儿真的太感谢您了。哎呀，没事儿。我发现你们这些准老年人做事就是喜欢瞻前顾后的啊。这话里有话呀。看来还没有老年痴呆呢。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闺蜜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什么都聊啊？是啊，反正比你们这些哥们儿坦诚多了。哎，我还真不信，就你们哥们儿这之间能在一起不离不弃一辈子？真正的兄弟情谊是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我们这些老年人啊，或者叫准老年人，我们是喜欢多做少说。不跟您扯了，你看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该多少钱多少钱，你千万别客气啊，千万别手软啊！不用，真不用。别，你不用看在林小欧的面子上啊。哎，我说你还真是挺那什么的。我呢不会免费的，我是有条件的。你把使费地址给我一个。使费？你干嘛？你别那个，你想劝他，我们哥俩的事儿你别参与啊。哎呀，我不会干涉你们三角恋的问题，我是找他有别的事。行，我回头把我母亲的信息还有她地址一块发给你。好。喂，你好。是林小欧吗？我这里是人物周刊人事部，恭喜你通过了面试。今天6点之前，请您来人事部签一下聘用合同。不好意思啊，我可能不太适合贵刊那个职位了，麻烦你们另请高明吧。不是吧？通知中心的人说您对我们的职位很感兴趣的，他为此还催了我们好几次。面试的时候看您的谈吐和综合素质也比较适合，您怎么突然变卦了呢？对不起，是我没想清楚，我现在有更想做的事情了。你既然有沃顿国际这么好的工作经历，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这种学校呢？这种学校是哪种学校？我刚刚在校园里转了一圈，这儿的硬件确实不如沃顿，不过硬件不代表一切的。为什么要执意离开沃顿呢？问题在我，那时候处理一些事情有些情绪化了，影响到了工作。就觉得自己不适合再当教师了，就给自己按下了暂停键。不过后来我决定递简历给您之前到学校告状的那位家长跑来找我道歉。我就想，其实只要对学生问心无愧，别人对你的责难和误解好像都不算什么了。而且我内心还是非常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就来试一试了。那你也不一定非到我们这儿来呀。其实是有一位朋友他告诉我，如果你在育才中学能当一位好老师，那才是一位老师的至高成就与挑战。我这个人嘛，就爱冒险，不肯服输，就决定来试一试了。林老师，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对学生有担当的人，而且对教育事业有热情。欢迎加入育才。谢谢您，袁校长。
我找到新工作了。晚上给我庆祝庆祝吧。真的啊，人物周刊终于录用你了哈，真得好好庆祝一下。不是，我准备要到育才中学当英语老师了。不是姐，你什么情况呀？你发烧了吧？哎，回家再跟你说吧啊，我先开车。哎。大家好，我是吴征，咱们好久不见了。这次 SK5168航班的我是担任机长。我们这次任务是从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整个飞行时长大概是2小时35分钟。我们预计在13点30分进场。今天天气不错，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我们天航的首要目标就是保证乘客的安全，希望大家谨记。然后就这些，咱们准备。叶律师，这里要查的资料。哎，好。喂，你好，叶律师。哎，老吴，我帮你查到了一条确切信息。李立群36年前就从国营527厂调到内蒙支边去了。谢谢。啊，好。哎呦，师哥，我得好好谢谢你。最近这几个大连飞啊，我实在排不开。你二话不说就接下来了，真够意思。改天我请你喝酒。支持您工作是我工作中的一部分。哎，老张，我问个事儿啊，最近有没有飞内蒙停厂过夜的线？你考虑我一下。那条线谁都不爱接呀。你最近觉悟挺高啊。我什么时候觉悟不高了？今天格外高，是不是有私心？你实话实说有没有私心，否则的话我不安排。我说实话了啊，真有。我就说嘛，假公济私。假公济私那条线那么苦，系也系不了多少丝。什么私事啊？哎，等办成了，我回头再慢慢跟你讲。这事儿挺乱的，神神秘秘的，肯定没什么好事。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可是当爹的人啊，别是什么网友见面之类的啊，不会被逮着的。行，我会替你想着的。走了啊。哎，不错哎。说说吧，怎么突然又想回去当老师了？被谁洗脑？是吴征吧？我也觉得我自己挺没出息的。其实，萧寒从莫顿转学去的，就是育才中学。你这完全是中了老吴的毒。哎呀，对我哥都没有这样子，现在已经是完全无心，全军覆没。我有什么办法呀？等我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行，林晓，你现在完全丧失自我，陷入爱里面。我觉得我是找到自我了。下个星期一开始，我就去育才中学上班，继续当我的麻辣女教师。麻辣女教师，你是刻板的女教师。这是宿命，谁让我愿意呢？哎呀，老吴对你来说比我重要啊。说什么呢？我还是最爱你的。哎呀，气死吧！
谁呀？哦，喂。你不会又在睡懒觉吧？赶紧起来，回家一趟。我有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要告诉你。哎呀，老欧，你这是我上班前最后一个周末了，你就不能让我踏踏实实赖床一下？当然是好事了，快起床，回家来再说。什么事啊？说吧，老爸，到底找我什么事啊？大周末的，你最后一个懒觉也不让人家睡。你那是最后一个懒觉啊！你这几天不是天天在赖床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谁说的啊？下周一呢，我就要开始正式上班了。好，你有这样的意识很好啊。那个周妈来学校道过歉了，学生们都盼着你回去呢。你这个周末好好调整一下，下周一回沃顿上班。晚啦，我刚接到育才中学的入职通知，下周一呢，我是要去那里上班。育才中学？嗯，怎么回事？沃顿对你这么认可，学生们盼望你回去的呼声那么高，你为什么和自己过意不去，要选择这样的地方呢？我还真就喜欢跟自己过不去了。您不觉得我如果能去那个学校，把那里的学生教好，才更有挑战性吗？况且啦，这不正符合了您对我的一贯严格要求吗？不对，你怎么会突然去应聘这个学校呢？一定是萧寒的爸爸影响你，对不对？你看，能把孩子往这种学校送的人，这样的父亲本身就不合格，现在又来影响你。爸，你根本就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晓得人家学校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样批评啊？那你了解那个萧寒爸爸吗？我在学校那么多年，我对育才还是有所了解的。你现在贸然去应聘，对你将来的职业生涯肯定会有负面影响。我都还没去呢，你怎么知道会有负面影响？来，你们俩喝点茶吧。小欧啊，你别老是对着你爸爸瞪眼睛，好好说话行吗？总之呢，我下个礼拜一就会去育才中学报到，您也不用替我留位子了，帮我谢谢学生们的好意。这个呢，算是我给我学生们的回复。之前我离职太匆促了，这段视频就算是给孩子们的一个交代吧。我走了。哎，你怎么就走了呢？醒醒！干嘛呀？大周末的。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要去内蒙古几天，文姨呢一会儿过来，你这2天想吃什么，你就跟她说，在新学校千万别惹事儿啊。去几天啊？3、4天吧。你爷爷我找到了，他在内蒙，我申请内蒙县呢，就是想能有时间去看看。那我也跟你去吧，我也想看我爷爷长什么样。我又不打狼去，你跟着干嘛？你上次去澳洲又差点没回来，这次又去内蒙古，更凶险了。你能让人放心得下吗？别瞎操心我的事儿，内蒙我飞多了，你记住啊，放学之后不许瞎逛悠，赶紧回家，知道吗？别给我惹事儿。注意安全。死不了。你好，你找谁？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厂子现在没人了吗？哎呀，去年头停产1年了，马上这里都会评为平地，说建什么房地产项目，我呢再坚守半年，也快撤了。
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啊，这人叫李立群，以前他在这儿工作过，您听说过他吗？李立群啊，哎呀，这名字听起来倒是挺耳熟的啊。李立群，哦，对了，他去年带着他全家搬回上海去了。回上海了？那您有他上海的地址？那可没有。就这啊，我还是上个月碰到个老熟人，他辗转告诉我的。哦，那怎么才能联系到他呢？您帮我想想。我这抽屉倒是有一个联系人的花名册，不过李立群退休比较早，可能不在册上。不过设计科的陈工和李立群的私交不错，他那有。那麻烦您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帮我找一下吧。哎，好，那我等会儿我去把他的地址电话抄给你啊。好，谢谢啊。奶奶，哎，今儿不用做我的饭了啊，您自己做您自己就行。我跟人约了吃饭。哎呦，一个小孩子家还约人了你？是不是你爸爸不在，你想开小差啊？啊，你爸爸可告诉我了，让我管着你呢。我约的人啊，您也认识。谁呀？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史非史叔是也。啊，是你史叔叔呀？哎呦，我也好长时间没有见他了。见他呀，问声好啊，让他没事来咱们家吃饭。好嘞，我晚上就回来啊。奶奶再见。再见，注意安全啊。好嘞。小孩。喂，史叔，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是不是以为我是老吴了，所以不敢接呀？哈，是这样，那个我爸不是出差吗？然后我这个没啥钱吃饭了，你过来请我吃顿饭呗。不是，人老街小馆那老爷子也不会用微信呢，你给我转200块钱有什么用？你就过来吧，啊！放心，我爸真出差了，骗你干嘛？李工呢，1年前就搬走了，我也是今年刚退下来。哎，这几天都忙厂子拆迁呢，交接的工作，哎，没跟他怎么联系。哎，他说过他回上海要再创业呀，不知创的怎么样了。那您知道他在上海住在哪个区域吗？哎，好像听他说过一次，哎，当时也没在意呀。再说，他都离开几10年了，上海的事他不怎么说。哎，我给你找找联系的方式啊。哎，好，谢谢啊。糟糕，那张纸啊，让我那小孙子啊拿去叠纸飞机给扔了。哎呀，我记得上面有他的电话呀。那他的电话号码您能回忆起来吗？好像是136开头。哎呀，这个人老了，这个记性不中用了。136，这想不起来了。那您这有他的照片没有？照片？哎，有一张。哎，这是一张证件照。证件照啊，那是帮他办退休的时候呢，多了这么一张，啊，忘了还他了。孩子，我要问你，今儿你怎么了？要这么些菜，你吃得了吗？你有史叔来啊？
哦，我说呢，哎呀，孩子，你还真有心啊！你看这红烧肉，这都是你史叔叔爱吃的呀。我史叔叔不爱吃菜，你看这一点绿都没有。属动物的，你爸这几天飞哪儿去了？啊，他找他爸去了。找他爸？嗯。哦，是说找你爷爷？嗯。哟，来了啊，师哥，坐。你看孩子多有心，点的都是你爱吃的菜。要什么再说话，赶紧吃吧。嗯。今儿开车了吗？是想喝茶还是想喝酒？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撮合我跟那谁，一点门都没有。你呢，找我办事行，让我们和好，免谈啊。谁要撮合你跟他呀？我烦他还来不及了，你先吃饭。我今天我得好好跟你吐槽他一下，真的，我都憋不住了。吃，妈肉往汤里放。说，哎，我跟你说啊，我有一个篮球队的队友，特别喜欢我们班班花。我们班班花呢，对我还不错，没有那个意思啊。我跟他就是好同学、好朋友，乐队的队员，就平常就接触的多了，也就走得近点。我那个篮球队队友呢，他就看不过去了，你知道吗？他就觉得我们俩走太近了，他就生气。但是你不喜欢我这样，你可以跟我说呀，你能不能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对吧？就是这种背后就是使绊子人最可气了，是不是？是不是？行。然后呢，有一天我们就去打比赛去了，他呢就公报私仇，脚底下使暗劲儿。原本他负责他区域，我负责我区域，他非得来我这儿抢球，把我撞伤了不说，比赛还输了。别编了行不行？到底要说什么？骗你干什么？我腿上还有伤呢，你检查一下。我是想说，就他这种人，我是绝对不会跟他成为朋友的。我当初就是这么想，但是跟他打了一架之后，我才发现，其实也没有多大仇，没有多大怨，其实还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跟老吴这么多年交情，还有什么仇什么怨解不开呀？是，老吴呢确实跟小老师走近点，但是真相是这样的，那天小老师喝多了，我送他回家，他不去，他非得来我们家找老吴谈谈。然后我把费雯丽轰走的这段时间之内呢，他俩肯定发生点啥。主要是我问他，他也不说，我估计就是碍在你的面子上，他不告诉我。不是你跟我说这干嘛？他俩爱干嘛干嘛，那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肯定跟你有关系啊！要是没有你的话，人老吴早就对小老师下手了。你在这儿，我们碍着你的交情，他直接拒绝小老师了，怎么跟你没关系啊？这做的还是有点你吃饭。老伴儿，哎，闺女啊，给咱们回短信了，你过来看看。是吗？爸，赶紧往我信用卡里打2万块钱，10万火急。哎呦，怎么又要钱呀？我说呢，今天银行寄这个来了啊，看看这，看。哎呦，是赔钱货，一天到晚不着家，看了没有？有事儿了，来信儿了，12万，咱上哪能12万去？哪有12万？这不写着呢吗？写丢人！打2万块钱，10万火急，什么叫12万？这12万我把这店卖了也不值12万。甭理他，你说呢？这不甭理他了，给他个教训，没完没了了。不是，甭理他，
你不理他，孩子在外头不急坏了？再说，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会跟咱们张嘴。他没事他不来信儿，有事就要钱。那当然，他有事才来呢。咱们是谁呀？你是他妈，我是他爸爸。他不找咱们，找谁呀？我不是他妈，我是他钱包，都你惯的，你狗蛋！哎，你快把他这个。春哥买单啊！你照顾照顾。哎，买什么单？别买了，他爸爸放我这儿的钱呀，我还没用完呢。不认识他爸，不认识他爸。那你给我100就行，150，100，来150，谢谢叔啊。走了。拜拜爷。哎，孩子，帮我点忙。你看看这银行贷款怎么还呢？您这简单，您就直接去趟银行，带着这封信，然后照着这上面这卡号把钱输进去就行了。哎，好嘞。好，我走了啊，爷爷。哎，拜拜。好，这还挺简单的呀。臭小子啊！我请你吃饭，你还教育我啊？还给你爸当说客。你跟老吴这么多年了，你们俩是打不散的。不是你们俩，一个老白眼狼，一个小白眼狼。我这走了，你自己家行吗？没问题啊，文一在家呢，还说让你回家里吃饭去呢。有你爸吃不下。嚯，你俩还真老死不相往来，再也不见了。再也不见了。口是心非。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有收获吗？白跑一趟。哎，怎么白跑一趟？你是地址不对，还是找错人了？我飞了大半个中国就为了找这人，没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谁呀？门口那老街小馆你知道吗？就是那老爷子。哎，我昨儿还跟他说，我说你去找你亲生父亲去了，他还笑呵呵的，闹半天李爷爷就是我爷爷呀。他不配当你爷爷。哎，不是，他是不是一直暗中观察你啊？这事儿越想越害怕，细思极恐。我问他内蒙的老同事，1年多前他回上海了，这饭馆开了半年多了，你说他开离这么近，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图什么呀？应该不是冲着你来的吧？他图你40岁一大老光棍子，他图你什么呀？那存款还4位数，不过他家事儿倒是挺多的。前几天老两口还商量去转账付费呢。你说他开这饭馆，也没什么客人，收支能不能平衡都不知道呢。他干什么在这儿？哎，要不咱俩明天下去探听一下虚实？不了，打铁要趁热，咱俩现在就去。别，你先上你学去，让我想想理一理。等有具体办法了，咱再行动。这都什么事儿？我跟你讲，这俩人要不起来。今天早上我看到他拿被在那晒，你知道吗？真的，挂起来，我要一股呀！哇，那个味道真的是。我要你怎么吃？你知道？行，别闹！跟你们说啊，听说这新来的女老师挺年轻的，长得还挺漂亮。哎呦，既然她这么漂亮，那我们是不是得办个欢迎仪式，才对得起她的漂亮？必须的。哎，那个我插句话啊，能不能先提前透露一下，怎么想好什么法子整女老师了？拿出来看看，见识啊！看，这个对我们年轻女老师啊，那是百试百灵。那可不。你们呀，太年轻，这一招也下不着啊。你要玩就玩狠的，弄个组合联机。组合联机。好像不错。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林小欧，是你们之后新的英语老师。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合作愉快。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这不行啊，做工太粗糙了。以前我做的时候还有毛刺呢。那好，上课了。今天我们要上的。OK， 来而不往非礼也。谢谢你们的大礼，我也准备了礼物回赠你们。上课之前，我们先来个小小测验，让我也探探你们的底。往后发。来啦，那边坐。那老板娘有汤吗？你还有热素的。哎，这是您的盖浇饭。哎呦，是你啊！我看这后影就像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嗯，我去了趟内蒙。内蒙？哎，你今儿想吃点什么呀？就随便来点什么就行。好嘞。吃不下，要不您帮我打包吧。好嘞。行啊，刚才都处事不惊，真没被吓着啊。臭小子，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同流合污了。看出来了。看不但已经同流了，多半还是那个牵头的。这你都能发现，那你还不赶紧请我家长？正有此意。明天放学让你爸来学校一趟。你对我们家也算是轻车熟路了吧？我估计你闭着眼摸都能摸到那儿去，你就直接去我们家不得了吗？让他来学校，这是规矩。明白了，上回输了，这回想扳回来一局，对不对吧？大叔啊，命可真苦啊！脑溢血刚恢复，到医院去检查，又查出来得了非小细胞癌。幸好发现的及时，得好好给大叔救。听你大叔那病房里的病友告诉我啊，好像有一种靶向药，还可以吧？那你们赶紧试试啊！这种药啊，国内没有。要去一个英国博士在香港啊开的肿瘤诊所里才能搞到。哎，人家有办法，我哪能比呢？我经常飞香港，我帮您带。真的啊？哎呀，听说这个药挺麻烦的，需要冷藏，
说是温度啊要控制到2到8摄氏度。哎呀，太麻烦了。这个没关系，我想办法解决。你只要问清楚那个病友那医院在什么位置，电话是多少，你给我就行了。真的可以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一会儿就去取钱啊。这要多少钱呀？大概得2.7万吧，啊，但是能用21天呢。我手头啊，刚好凑够了3万块钱。这么贵啊？还真是救命钱。就算有一线希望了，我也想救救你大叔。努力过了，即便不成啊，我这心里呀，也就安心了。文姨啊，你这话说的太棒了，就佩服你这个执着劲儿。你放心，这个事儿我一定想办法解决。但是你先别告诉武征啊。我也不想让他知道。回来了，我包的饺子。小费来了。我在向文艺学习包饺子呢。文丽今天轮休呢，想跟我学学包饺子。他这人啊，心可细了，把你喜欢吃的和不喜欢吃的全都记下了。以后啊，我不在的时候，他就可以做给你吃。那什么，来，跟你说2句话。神神秘秘的。曲线救国的路子没有用，我尊重文艺，但她就算是我亲妈，她也影响不了我。我有那么没创意吗？我是真来学包饺子的。咱视野开阔点行不行？再来点创意，学包饺多俗啊！那干嘛不去当义工啊？去大街上溜达，举报黄赌毒多好啊！我告诉你，我就是块铁，捂不热的。我不管你是铁还是冰，就算你是铁，也都能烤肉了。小费，我知道你喜欢我什么，我是个机长，看着挺风光的，事业呢看着也行，但其实我这人吧，对生活、对思想、对事业特别没有上进心，没那么高追求。你是对生活、对事业、对思想有上进心的人，有追求的人，咱俩不是一路人，就天天别拿着大棒在后面追着我打了。咱能不能保留一个女孩起码的骄傲，行不行？武征，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所有的努力，对你来说就是这么的可悲可笑吗？哎，小费，饺子快下好了。文姨，我现在有点事儿，先走了。哎，你不吃了饭再走啊？下次啊。那你慢点啊。拜拜。门关好。你看你忙活半天，不吃饺子就走了，你说你也不留他一会儿。我跟那小飞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不留他吃饭也对。现在的姑娘谁还学会做饭呀？这姑娘挺不错的，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你看你，一个老男孩跟小韩一个小男孩，那日子怎么过呀？那不得有人照顾吗？没，我跟那费雯丽就是不合适。您不了解这里边的情况，您别操心了。饺子下了。马上就好了。哎，太好了，文姨，我正好打包点菜，咱们准备开饭，我收拾桌子。好。尝尝饺子。好吃。吴征啊。刚才怪吴姨啊不了解情况，我还想啊给你们俩多创造点机会，让你们俩多在一块待一待。以后文姨啊可不敢捣乱了。不说，哎，文姨，你尝尝这茄子，这是从外面小馆给打包回来的，是吧？哎呦，这味道，蒸茄子里边加了紫苏叶子，哎呀，这可像你妈在的时候做的那个味道。这谁做的呀？我前2天不是去了趟内蒙古吗？然后在那边顺道查了一下李立群的消息，他已经回到上海了，就在旁边开了一家小饭馆。这茄子，哎呦，
你说这茄子是李立群做的，他就在附近啊。文爷，我想问您啊，如果是您的话，知道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就在身边，您会不会认？文姨一辈子没有孩子，如果有啊，高兴还来不及呢，我肯定认呐。哎呀，说是这人，年轻的时候把孩子撂下了不管，现在老了又来认，哎呀，真不要脸。他如果不认你啊，那说明他还要点脸。如果认你啊，我跟你说啊，武章，你赶紧跑啊，千万不敢认他，说不定他还图你点什么呢。啊，都出来了，你看看啊，这个是库许石总，这是刚送过来的。嗯，这不行啊，这也是像婚庆似的。哎，好。哟，哼，咱们不会真惹上什么事儿了吧？公司好着呢，说点吉利的。不会真有人告我们吧？对呀。怎么还笑得出来啊？哎呀，据说呢，我是犯了故意伤害罪。啊，行，你们忙去吧。啊，我一会儿看看这个受害人。哼，啊，行。嗯，这个婚庆这个不行啊。哎。不是叶大律师，我何罪之有呢？收到律师函了，你现在看一下表。啊？现在是我们认识的第10天，6小时28分钟。这10天里，你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你这是完全无视我对你的好感。不是，这就伤害你了。那可麻烦了，我对安吉丽娜·朱莉还有好感呢，我对安妮·海瑟薇也有好感，那你们律师以后不得忙死啊？可以啊，口才不错呀。看来以后咱俩在一起不会无聊的，我喜欢。不是那个，咱说真的啊，就是你知道我曾经对林小欧有过好感，你不介意？这有什么？你们俩不是没结婚吗？那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嗯。那你能，就是允许你可能你未来的男朋友，然后曾经追过你的好朋友，你以后心里就没有疙瘩吗？我没有那么迂腐，这两者都很重要，但并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所以可以兼得。你们这些老男人还真是老古董哈。老男人，我老男孩 ，old boy， 我。看看，这就是老年人的通病，不服老，不认老。行，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喜欢你，你自己经营一家公司吧。和我在一起之后，你可以多了一个免费的法律顾问，你也不吃亏。你先不用回答我，等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我先忙了，就不送了。我这是老猎手碰上九尾狐了。报告，进来。我们班的作业，拜拜。哎，等等。啊？明天让你爸无论如何来学校找我。我记他明天有飞行任务啊。多晚我都等。那估计得够晚的，你得有心理准备啊。行。哎，还有，别让他知道我在这上课啊。小意思。别太累啊，我先走了。
哎，你今儿几点回家啊？今天是3连飞，不会太早。我们老师说了，今儿晚上多晚都没见到。刚去2天，被请家长了。不是，他说我们班一共39个人，就没见过我家长，也太神秘了。今儿必须了解一下情况。行，我今天下了任务之后，争取过去。哎，等会儿，你们老师说多晚都得见家长，你是不是惹祸了？我是不是得带点礼物去啊？这点小事你自己看着办。林老师，哎，校长，怎么样？适应了吗？这几天下班之后，我发现你一直在加班呐。还行还行，正在逐渐适应中。我们这儿的孩子啊，和沃顿的孩子比起来，程度上还不太一样，你要多多担待呀。会的会的，我自己会想办法调试的，总不能让孩子把我难住吧。那我先去上课了。这次可把人文丽姐伤得不轻。这都哪儿的传说？都你想的传说？人文丽姐给你去找林川的父母，这事情不是谣传吧？人家知道你为这事情停飞了，立马去找林川父母电话号码，这不锦旗送来了？我觉得人文丽姐对你挺够意思的。不是有句话叫“难得有情人，且行且珍惜”？哥，你呀，差不多就得了。差不多，差多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老师啊，不好意思，来晚了，不好意思啊。您是肖寒老师吧？给您添麻烦了啊。怎么，肖寒家长还想贿赂老师啊？这也不叫贿赂，这就是我从昆明飞回来，顺手在机场买的小豆咖啡。几年的陈豆了，糊弄谁呀？你不说这个了啊？那个，你不是说不来吗？最后怎么还是过来当老师了？跟我闹呢是吧？跟你闹？你这是一个学生家长跟任课老师说话的态度吗？我错了，我罚站行不行？靠边站。哎，林老师，来这学校怎么样啊？是不是感觉这个学校的学生比沃顿那帮孩子机灵多了？这儿孩子的程度跟沃顿根本没法比，机灵都没用对地方。我第一天来上班就被他们来个下马威，然后呢，看看他们的成绩，真是令人不敢恭维啊！我本来想给他们班探个底，结果这水深不可测啊！肖寒呢？肖寒也这么差？肖寒当然没问题，他考了全班最高分。你也不想想他是谁教出来的？您教出来的，这话就得直接说是您教出来的。当然有林老师在，我心里放心多了。你倒放心了，我多闹心啊！这些熊孩子捉弄人的本领逆了天了，要不是我道行深，脸皮够厚，早就当场被气过。看就气。我想起一电影，哎，您看过没有？那电影叫什么死亡诗社，就是一老师跑到一新学校去，哎，也被那帮熊孩子气的是跟什么似的，好像跟你的境遇挺像的，是吧？那部电影我也看过，但那老师后来被学校开除了，下场可不怎么样。但是你不能否认，是那个老师重新唤醒了那帮孩子善良的内心，
改变他们的命运。其实我觉得吧，你现在碰到那些熊孩子，他们也特别想碰到一个这样的老师，唤醒他们的内心，改变他们的命运。你干嘛就不想当这样的灵魂工程师呢？谁准你坐下了？站回去。我就不该受你的蛊惑，放弃人物周刊这么好的职位，来到这个学校。都是我错了，对吗？我请你吃饭行不行？身体真好，谢谢。这位美女看着眼熟啊！别套近乎。套什么近乎？人家上回来就坐这儿，我记得还看那个睫毛长长的舒克的微博。是我，你记性真好啊。那个睫毛什么的舒克的微博好看吗？比某人有内涵多了。